家好，我是舒晴。作为一个总喜欢从星座里偷看生活剧本的专栏作家，我发现有些星座的特质真的就像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朋友，既温暖又固执的可爱。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个最让人安心也最让人心碎的星座——金牛座。序章：最沉默的火山。金牛座是12星座中最有耐心的，直到你背叛他们。这句话你可能在很多地方听过，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句话背后的重量。他说的不是脾气，而是一种近乎物理定律般的因果关系。他们的外表就像我们脚下安静沉稳的大地，你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甚至可以在上面肆意奔跑。他们似乎永远都在那里，承载着你的一切。但你不知道的是，在这片平静的地壳之下，蕴藏着的是足以颠覆你整个世界的情感力量。它不是一座会喷发的火山，而是一座沉默的火山。当它决定冷却，便是永恒的寂静。今天我想带你一起潜入这片静默的深海，去揭示金牛座在坚不可摧的忠诚背后隐藏的20个秘密，其中一些会让你对信任这2个字产生全新的，甚至是敬畏的理解。而第3个秘密你绝对猜不到，它无关占有，无关嫉妒，却是他们情感世界里那条绝对不容触碰的最高压的电线。第1章，比刺痛更可怕的事。但在我们深入这20个秘密之前，我想先请你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背叛之后最可怕的后果？是歇斯底里的争吵吗？是摔门而出的决绝，还是充满恨意的报复？我想说，都不是。并非每个背叛的后果都会让你感到尖锐的刺痛。事实上，来自金牛座的终极反应往往不会让你感到任何一丝疼痛，它会让你陷入一种彻底的真空般的冷漠之中。而那种冷漠，相信我，远比任何激烈的争吵、任何恶毒的诅咒都更加致命。因为争吵代表在乎，报复代表情绪尚存，而金牛座式的冷漠只代表一件事：你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以一种最安静、最彻底的方式蒸发了，消失了，连一粒尘埃都不会留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失去一个金牛座，你失去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第2章，信任的基石。要理解那种毁灭性的冷漠，我们必须先回到故事的开头，去看看金牛座是如何为你一砖一瓦的搭建起那个名为信任的王国的。他们的地基由3种最纯粹也最坚硬的材料构成。第1种材料是行动。论点1，他们付出一切且永不忘记。金牛座的爱很少挂在嘴边，它深植于每一个具体的行动与长久的陪伴之中。他们是那种会默默记下你随口一提最爱吃的零食，然后在某个午后若无其事地递到你手上的人。他们是那种在你众叛亲离、情绪崩溃，只能对着电话沉默时，唯一一个没有挂断，静静地在另一端陪你度过漫长黑夜的人。他们的付出不是为了感动你，而是他们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们把你看得比自己重要，愿意为你抵挡世界的风雨。但这里有一个残酷的真相：每一次付出，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次你带给他们的温暖，每一次你无心中造成的伤害，他们都像一位最严谨的史官，一笔一划的全部刻在了心底那块坚硬的石头上。那些刻痕平时看不见，但他们永远在那里，永不磨灭。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好不是无限透支的信用卡。第2种材料是感知。论点2，他们是沉默的观察家。你以为金牛座迟钝、反应慢，那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对他们最大的误解。他们不是反应慢，而是习惯将所有的反应都先在内心完成。他们拥有一双堪比最高精度探测仪的眼睛和一颗极其敏锐的心。
他们一直在观察你今天说话的语气比平时高了0.5度，你回讯息的速度从秒回变成了需要半个小时，你开始习惯性的把手机荧幕朝下放在桌上，这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一个普通人可能会立刻跳起来质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但金牛座不会，他们不会给你任何机会去编织谎言或苍白的辩解，他们只会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拼图大师，在内心默默地一块一块地拼凑着这些名为不对劲的线索。当他们在心里拼出那幅完整的指向背叛的图画时，你甚至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所以，在你准备好一套完美的说辞，打算去解释你为什么晚归之前，他们内心的警报其实早已拉响。那扇情感的大门已经在你开口辩解之前，就悄悄地关上了一半。第三种材料是感受。论点3，他们的情感记忆超乎想象。这可能是金牛座最不为人知也最可怕的天赋。他们的大脑像一个高效的筛选器，他们可能会忘记3天前跟你对话的具体细节，甚至忘记你某件衣服的颜色。但是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在那次对话中你带给他们的感受，是温暖，是安心，是快乐，还是怀疑，是失望，是心寒。那种感觉会像一个独特的化学标记，被永久地储存在他们的情感档案库中，永不褪色，永不变质。每一次背叛的感觉，无论大小，都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清晰的、高亮标记的档案。当这些档案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系统的终极指令。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不过是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或者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为什么你的金牛座朋友或伴侣反应会如此巨大？那是因为在你看来只是一件小事，但在他们的感受档案里，这件事的感觉和你上一次、上次撒谎时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你触发的不是当下的事件，而是历史记录里所有关于不诚实的累积起来的那份沉甸甸的失望。说到这里，我想问问正在看影片的你，你是否也曾感受过金牛座这种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的微妙转变？或者你就是那个曾经被金牛的温暖包裹，却又在某天突然坠入冰窟的人？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吧，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故事都能让我们更理解这种沉默的力量。第3章，风暴前的宁静。耐心、温和、善于观察、情感细腻。你以为这就是金牛座的全部了吗？你以为只要小心翼翼，不去触碰那些明显的底线，就可以永远享受他们给予的安稳世界了吗？不，你错了，这一切都只是他们为你建立的那个安全世界的地基。那些付出、观察和深刻的记忆，是构成这座城堡的每一块砖石。他们用尽心力为你打造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港湾。但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当你亲手拿起铁锤砸向这座城堡的地基时，会发生什么？记住，那不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地震，不会有剧烈的摇晃和喧嚣的警报，那是一场无声的陷落。你的世界会在悄无声息之间垂直地坠入深渊。第4章，开关，不可逆转的转变。现在让我们来到风暴的中心，当背叛，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实质的，真正发生的那一刻。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这里会发生一个你无法想象的近乎科幻的转变。核心冲击，从温暖到冰冷，只需1秒。想象这个画面，你站在他们面前，说出了那个谎言，或者他们发现了那个你以为隐藏得很好的秘密。他们不会哭，不会闹，甚至不会有任何激烈的质问。他们只会抬起头，用一种你从未见过的异常平静的眼神望着你。
那种眼神，你看过一次就永生难忘。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看穿一切之后的绝对的澄澈。就像上帝视角冷静地审视着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上演着拙劣戏码的演员。就在那一秒，你会感觉到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前一秒还温暖如春的氛围，后一秒便冷如西伯利亚的冬夜。这就是金牛座体内那个最神秘的情感开关。这个开关一旦被背叛的行为按下去，它不是暂停，不是休眠，而是彻底的、永久的关闭。就像电灯的总闸被拉下，整个屋子陷入黑暗，无论你再怎么疯狂地按动墙上的分开关，都不可能再有一丝光亮。而现在，我要揭示我们一开始埋下的那个悬念了，那个你绝对猜不到的第3个秘密，那就是对欺骗的零容忍。这听起来很普通，谁能容忍欺骗呢？不，金牛座的零容忍是绝对意义上的。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谎言没有大小之分。一个为了给他惊喜而编造的善意谎言，和一个为了掩盖出轨而编造的恶意欺骗，在底层逻辑上都属于同一类东西，对信任结构的破坏。一次小小的欺骗，就像在坚固的水泥大坝上凿开了一道微小的裂缝。也许它不会立刻导致崩塌，但在金牛座眼里，这座大坝已经不再完美，不再绝对安全了。他们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解释都只是试图在裂缝上涂抹一层虚假的油漆而已。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转身，默默地从这座不再安全的大旁撤离。这就引出了最终的结果，彻底的情感封锁。当那个开关被关闭后，你会进入一种匪夷所思的状态。你会发现，你被彻底的、物理性的和情感性的从他们的世界中删除了。这不是出于恨，恨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你已经不配再占据他们任何的情感带宽了。这纯粹是出于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保护。你发出的所有讯息都将石沉大海，你的电话永远不会再被接起。你在社交媒体上可能会发现自己甚至没有被拉黑，但你发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视而不见。这比拉黑更残酷。拉黑是一种宣告，而这种沉默是你连被宣告的资格都没有。这就像什么呢？想象一下，你一直以来都依偎着一座温暖明亮的壁炉，你习惯了它的火焰、它的光芒、它的热度。你在炉边读书取暖，觉得这份温暖是理所当然的。你甚至偶尔会因为觉得太热而做出一些伤害壁炉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在你背叛的那一刻，那团燃烧了很久的火焰，它不是慢慢的、挣扎的熄灭的。不，它是咻的一声，在一瞬间，连同所有的火星和灰烬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晶莹剔透，却散发着绝对0度寒气的万年玄冰。你难以置信地伸出手，想要去触控那块你熟悉的、曾经温暖的地方，但你的指尖感受到的不再是灰烬的余温，而是足以冻伤你灵魂的刺骨寒冷。你这才绝望地意识到，你失去的不仅仅是那团火焰，你失去的是这个壁炉再一次燃起温度的那全部的永恒的可能性。第5章，骄傲的离去，而非狼狈的报复。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金牛座太绝情、太冷酷了，一个转身就否定了所有过去。但事实上，这恰恰是他们最高贵也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们的离开从来不是一场狼狈的报复，而是一次骄傲的退场。首先，他们不是在报复，而是在寻找宇宙的平衡。金牛座的世界观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公平原则，他们不会浪费任何一丝精力和时间去策划如何报复你，如何让你痛苦，
因为那样做意味着他们的情绪还在为你波动，他们的时间还在为你浪费。这在他们看来是极其不划算的买卖。他们寻求平衡的方式非常简单，也非常残酷。他们只会收回曾毫无保留给予你的一切，他们会收回他们的爱、他们的关怀、他们的陪伴、他们的时间，以及他们在你生命中的存在感。当这些构成你世界温暖光源的东西被全部抽走，你的世界因此而变得寒冷、混乱和空洞。这不是他们对你的惩罚，而是你的行为所带来的最自然、最公平的结果。你亲手制造了你自己的地狱。其次，他们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与自己好好独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金牛座的内在价值从来不是由他人的存在来定义的。他们选择和你在一起，把你纳入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你来填补孤独，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与你分享他们本已丰盛的世界。所以，当信任破碎，当分享的基础不复存在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转身，退回到那个一个人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并非牢笼，而是他们力量的源泉。他们会在那里重新种花，重新读书，重新享受阳光，重新开出比以前更美的花。他们的离开是出于对自我价值的捍卫和自尊，而不是出于被抛弃后的孤独与恐惧。最后，成就了他们传奇的是那份沉卧的骄傲。当你背叛一个金牛座，你永远看不到一场大哭大闹的戏码，你也听不到一句撕心裂肺的恳求。他们什么都不会说，他们只会用最绝对的沉默和最彻底的缺席来回应你的背叛。他们就这样从你的生活中干干净净地消失了，然后把剩下的所有时间都留给你自己，让你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在你一次一又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却遍寻不获时，在你午夜梦回怀念那份踏实的温暖时，让你用自己的余生去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体会，你当初到底失去了什么。这种无声的骄傲，这种把审判权完全交给时间和你自己的做法，比任何歇斯底里的言辞都更有力量，也更高级。终章，你失去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当一切尘埃落地，我们回过头来看，你真正失去的到底是什么？首先，你失去的是他们灵魂的底层代码——忠诚。对于金牛座来说，忠诚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品德，而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石，是他们操作系统的底层代码。他们给予你的那份不轻易许诺，但一旦许诺便坚如磐石的忠诚，是他们能拿出的最稀有、最珍贵的宝藏。如果你将这份宝藏视若尘土，随意践踏，那么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任，你失去的是他们这个人最核心、最闪光的部分。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你失去了情感世界里的那个锚。金牛座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伴侣、一个朋友，他们是你混乱、喧嚣、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里那个最沉重、最稳固的锚。有他们在，无论外面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你的心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停靠。你知道，不管你走多远、飞多高，只要回头，那个港湾永远灯火通明。那份确定性和安全感，是金钱和地位都无法给予的。当你背叛他们，当他们决定起航离开时，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爱你的人，你失去的是让你的世界保持稳定和秩序的那股最根本的力量。一旦他们离开，一旦你的船失去了锚，你才会在无尽的漂泊和混乱中后知后觉地明白，你依赖那份安稳的程度远远超乎你自己的想象，而那份安稳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你也喜欢这样不只是听故事，更是能一起深度思考的星座解读，请一定给我一个赞，并且点击订阅，这样我们才不会在茫茫人海中走
散。而且你知道的，这类内容有时候说不准，所以别忘了先保存下来。我们下支影片见。